欢迎回到 Town Talk。寒冬里最舒服的事情就是在暖气房里面喝喝茶、刷刷剧。然而这几天几个新闻让我有些担忧。根据杭州日报12月14日的消息，浙江省各有关单位办公室区域在气温达到3度以下的时候才可以开启空调等取暖设备，并且设置温度不得超过16度。在南方阴冷潮湿的城市，冬天10度就让人感到瑟瑟发抖，3度才能开空调。这个严格的规定让我不仅感到有些危机，普通居民的生活用电会不会受到影响？另外，浙江义乌政府竟然下令关闭路灯。要知道，义乌是全世界的小商品集散地，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，国外生产企业基本都处于瘫痪状态，义乌的生意却是异常火爆。走在义乌的街头，到处都是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人。在这样一座城市关闭路灯，让人感觉匪夷所思的同时，也隐隐感受到这次电荒的严重性。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，为什么会有这次电荒，电都去哪儿了？这里是 Town Talk， 一个让你比别人更懂一点的频道。这次受限电影响的主要是江西、湖南、浙江3个省。我们分别从消费端和供给端来看一看，为什么会有这次限电风波。从消费端来看，今年气温相比往年大幅下降，华中各省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10摄氏度，气温较常年偏低2到3度。江西、湖南、浙江这3个省份都没有集中供暖，家里没有暖气，天气冷了之后只能靠家里的各种电老虎维持。电暖气肯定是要开的，不然手指头都是僵硬的，什么也做不了。热水器也不能断，总不能用冷水洗手洗脸吧。还有电水壶、电磁炉等等，每个功率都不容小觑。现代社会没有电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，没有了电，人类社会文明直接倒退200年。另一方面，国内疫情在全球最早被控制住，也是最早恢复生产。在全球制造业停摆的情况下，中国接受了大量的生产订单。湖南11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.4%， 1至11月份同比增长 4.3%，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个百分点。江西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.9%， 1至11月份同比增长 4%，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.7个百分点。浙江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.9%， 位居全国第5。1至11月份同比增长 4.8%，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。12月14日，华中全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 14,428 万千瓦，同比增长 21%， 创冬季新高。湖北、湖南、江西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分别达到 3,497 万、3,144 万、2,548 万千瓦，均为冬季新高。各地无论是居民用电还是工业用电需求全部激增，这是此次电荒的一大原因。根据我国统计局的数据，2019年我国发电量75034亿千瓦时，全社会用电量72255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4.5%。 不考虑实际装机产能，仅仅从发电量的角度，2019年供需是平衡的，供给略大于需求。因为大批量电是没有办法储存的，所以电一般是需要多少发多少，用电高峰时期会适当多发一点电，实际发电量我国高居全球第一。可能有的人会说，用电量多了，我们再多发点电就可以了吗？然后把电送到缺电的地区不就好了吗？事实上，外送电通道上，湖南外售电通道能力为600万千瓦，江西外售电通道能力为260万千瓦，目前已全部送足，也就是说，湖南、江西2省已经最大限度的在接收外地的电力输送了。其实江西、湖南2省缺电问题的关键是省内发电环节上。南方能源观察报道指出，截至2020年，湖南发电装机4799万千瓦，火电最多为2264千瓦，水电1492万千瓦，风电532万千瓦，光伏344万千瓦。在这些发电设备中，煤电由于长期高负荷运行，故障风险增加。新华社报道指出，湖南岳阳电厂、宝庆电厂近日相继故障停运，影响电力供应102万千瓦。发电量排名第2的水电
冬季属于枯水期，雨水偏少，发电量更是偏低，而风电、光伏发电具有波动性，无法稳定发电。除了煤电能够稳定发电的品种，还有气电和核电。气电由于气源成本较高，在国内的装机量并不是很多，而核电在江西和湖南都有长治，但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，相关项目虽然已经经过安全论证，但目前项目实际并没有在运行。电力需求增长，发电量却下降，这使得湖南的情况更加雪上加霜。省外的电只能送进来这么多，省内的发电能力又不足，导致了江西、湖南两省电力紧张。浙江的情况跟湖南、江西不同，部分地区实施限电是为了保住双控的目标。双控是指控制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，一般以5年为一个周期进行实施。浙江省“十三五”规划期间，能耗强度降低目标为 17%。2020年8月，浙江各省2019年能源双控和减煤考核结果，金华、宁波、台州市均未完成2019年能源双控目标。2020年是“十三五”最后一年，这些城市的领导者完成目标的压力非常大。为了完成节能减煤的目标，部分城市就开始靠限电这种做法临时抱佛脚。但“十三五”文件中，双控并不是不让用电，更不是不让用煤电。“十三五”的规划文件中指出，要在居民、采暖、工业与农业生产、港口码头等领域推进天然气电能替代，减少散烧煤和燃油消费。到2020年，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下降到 58% 以下，电煤占煤炭消费量比重提高到 55% 以上，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15%， 天然气消费比重提升到 10% 左右。简单来说，实现双控的途径之一就是煤尽可能的用来发电，而不是让居民、工业企业直接使用煤，因为这样煤的使用效率是最低的。把煤运到发电厂发电，居民、企业使用电代替使用煤，这反而是一种更清洁环保的方法。在浙江，此次限电政策就是为了减少工厂，尤其是高耗能工厂生产。有的工厂直接烧煤生产，在限电的情况下，生产不便，可能就减少了煤炭的直接利用。但比如义乌这样直接关闭路灯的做法，无疑是临时抱佛脚。事实上，这么做往往还适得其反。据南方周末报道，在限电之后，义乌多家工厂为了赶工期，开始购买和租赁柴油发电机，自行发电。跟大型火电厂相比，用柴油发电机发电污染更加严重。另外，此次限电还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是，中国沿海地区依赖包括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煤炭，但中澳关系今年急剧下降，原因之一是澳大利亚要求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，中国相应的采取了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的做法，致使运载煤炭的大型船只滞留在海上。但事实上，中国煤炭消费中只有不到 8% 是进口煤炭，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部分煤炭也是用于钢铁和其他金属的生产，而不是发电。最后，希望这次限电能够早点过去，大家都能过一个温暖的冬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